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深夜崩潰落淚，神秘女子尾隨回家，許凱突然現身攔車護人。近日，一起發生在北京高端住宅區的突發事件，將娛樂圈再次推上輿論風口浪尖。事件的主角是一向以陽光、親和形象示人的國民女演員譚松韻，而另一位關鍵人物則是她的前合作搭檔當紅男演員許凱。從深夜被尾隨地下車庫對峙，到許凱駕車攔人，當場擁抱安撫，短短數小時內，這起事件迅速發酵，演變成一場涵蓋明星安全、粉圈生態、私生活邊界以及情感關係猜測的全民討論風暴。據多位目擊者描述，事件發生在當晚約8點30分左右。譚松韻乘車返回位於北京的高端住宅區，原本只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行程，卻在進入小區時出現異常情況。有安保與居民注意到，一輛陌生車輛緊貼譚松韻的車尾，在極短的安全距離內尾隨進入小區。這一行為在當下明星頻繁遭遇跟拍、騷擾的環境中，立刻引發警惕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該車輛並未顯示具備正常通行權限，卻成功通過了安保系統，進入內部區域。當譚松韻的車輛駛入地下車庫並停車後，真正的緊張時刻才正式開始。多名在場人士事後回憶稱，一名身穿深色衣物、佩戴口罩的女子迅速接近譚松韻。關於兩人之間的互動，目擊證詞並不完全一致。有人稱聽到爭執聲與情緒激動的語氣，也有人表示現場幾乎無言，卻彌漫着強烈壓迫感。可以確定的是，在短暫接觸後，譚松韻明顯情緒崩潰，流着眼淚試圖離開現場，前往電梯區域。平日裡以冷靜、專業著稱的她，在這一刻顯得極度無助。正是在這個關鍵節點，事件出現了決定性轉折。幾乎在對峙進入最緊張階段時，一輛辨識度極高的豪車突然駛入地下車庫。根據多位目擊者與流出畫面顯示，這輛車正是許凱所駕駛。他將車直接停在譚松韻與神秘女子之間，形成一道物理屏障，隨後迅速下車，將譚松韻護在身側。隨後發生的一幕被無數鏡頭捕捉並瘋轉網絡。譚松韻在情緒失控之下，靠在許凱肩頭哭泣，而許凱則始終站在他與陌生女子之間，低聲安撫，身體姿態極具保護意味。這一畫面瞬間引爆輿論。事件曝光後，神秘女子的身份成為最大謎團。網絡上迅速出現多種推測，大致可分為3類：過度沉迷的極端粉絲，部分網友翻出疑似相關賬號，稱其長期在社交平台發布情緒化、佔有慾極強的內容，疑似已出現越界行為；黑粉或對立陣營人員。也有聲音認為，這並非愛到失控，而是有目的性的騷擾或施壓，背後可能與粉圈對立有關。更陰謀化的猜測，極少數論壇甚至拋出偷拍視頻敲詐勒索等說法，但此類猜測目前並無任何實證支撐。無論真實身份為何，大多數網友達成共識，這已經構成對藝人私人安全的嚴重威脅。另一條被不斷追問的焦點是住宅區安保系統。據稱，監控畫面顯示該女子車輛並未擁有合法權限，卻成功尾隨進入，這引發大量討論：是人工疏忽、系統失效，還是內部管理漏洞？不少網友指出，這類高端住宅往往聚集明星與商界人士，一旦出現安全漏洞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隨着畫面流傳，事件的討論方向逐漸發生偏移。比起如何防止明星被騷擾，更多熱搜開始圍繞許凱為何第一時間出現。
他是否早就在附近？譚松韻為何第一時間聯繫他？兩人曾因合作作品產生極高人氣的 CP 效應，此次現實中的保護畫面被部分粉絲視為情感實錘。綜合社交平台評論，輿論明顯分裂。理性派聲音：別把受害者的恐懼浪漫化成戀愛糖，重點是安全，不是磕 CP。他哭是因為害怕，不是愛情。雙引號，情感投射派聲音：那種下意識的依靠騙不了人。如果只是同事，反應不會這麼自然。不管是不是情侶，他至少是真正在保護他的人。雙引號，也有不少網友嘗試折中解讀，認為即便不是戀人，也可能是長期信任的對象。部分所謂身體語言專家對畫面進行分析，指出許凱站位始終在危險源方向，譚松韻靠近動作極為自然，兩人互動沒有防備或僵硬感。這些解讀進一步推高討論熱度，但也遭到專業人士反駁，認為在高壓環境下的本能反應並不能作為關係判斷依據。事件最終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：當粉絲不再滿足於遠距離支持，而試圖進入明星現實生活，誰該踩下剎車？部分粉絲團體已公開呼籲理性追星，強調不跟車、不蹲點、不私生。也有粉絲自發提出為藝人籌集安保費用，這種情感越界式保護同樣引發爭議。在這起事件中，許凱的出現無疑是最具戲劇性也最具爭議性的環節之一。不少網友指出，許凱的反應幾乎是本能式的，沒有多餘猶豫，沒有詢問情況，而是直接將車停在兩人之間，迅速下車護人安撫。在公共危機處理中，這樣的行為往往意味着三種可能：第一，他對譚松韻所處環境非常熟悉；第二，他對潛在危險的判斷極為迅速；第三，他對譚松韻的安全高度敏感。正是這三點，讓部分網友認為，這已經超出了普通朋友的反應範圍。雙引號，但也有理性聲音提醒，娛樂圈中存在大量因合作多年而建立起高度信任的同事關係，尤其是在女性藝人頻繁遭遇騷擾的現實背景下，男性同事出面保護，並不等同於戀情坐實。事件曝光後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被反覆提及：女性公眾人物的安全風險是否被長期低估？從偷拍視頻、跟車、蹲點到私生闖入住所，類似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。然而，每一次輿論高峰過後，真正得到系統性解決的案例卻屈指可數。有網友直言，如果不是他哭了，如果不是有男演員站出來，這件事會不會根本上不了熱搜？雙引號，這句話引發了大量共鳴。在很多情況下，女性藝人承受的心理壓力往往被浪漫化、娛樂化，甚至被解讀成話題素材，而非嚴肅的安全事件。不可否認，譚松韻擁有極高的國民度與路人緣，這為她帶來了龐大的支持力量，但同樣也放大了粉圈文化中的極端一面。一些長期關注娛樂產業的觀察者指出，當陪伴感、情感投射被過度強化時，部分粉絲會逐漸模糊界限，從關注作品變成關注行程，從支持事業變成干預私生活，從情感共鳴變成佔有欲。而這一次的尾隨事件，正是邊界失守的具象化表現。隨着事件持續發酵，大量二次剪輯視頻、情緒化標題開始充斥平台。部分賬號刻意放大擁抱畫面，弱化安全背景；也有賬號將未經證實的猜測包裝成內部消息。這類內容迅速獲得流量，卻也嚴重干擾了公眾對事件本質的判斷。有媒體評論指出，當算法偏好情緒而不是事實，真相往往跑不過剪輯。截至目前，
譚松韻與許凱均未對此事件做出正式回應。有人認為這是對隱私的堅持，也有人猜測這是出於法律或輿論風險的考量。事實上，在高度情緒化的輿論環境中，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無限解讀，甚至反噬當事人本身。沉默有時反而是一種理性選擇。綜合各大平台評論，可以發現公眾的關注點逐漸趨於一致。徹查安全漏洞，給藝人一個交代；嚴懲騷擾行為，明確法律邊界；停止過度消費女性恐懼作為流量。這些訴求遠比他們到底是不是在一起更為現實，也更具社會意義。有網友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：如果當晚被尾隨的不是明星，而是普通女性，這件事還會被重視嗎？雙引號，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，卻值得長期反思。明星之所以成為焦點，並非因為他們更容易遭遇危險，而是因為他們的經歷恰好被看見了。也許幾週之後，熱搜會被新的話題取代；也許 CP 討論會逐漸降溫；也許神秘女子的身份永遠不會公開。但這起事件真正應該留下的，不應只是八卦，而是警示。結語：在眼淚背後，我們該看見什麼？譚松韻深夜落淚的畫面，或許會被反覆解讀、剪輯、消費，但比他依靠了誰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否足夠安全？他是否擁有被尊重的私人空間？娛樂工業是否縱容了過度窺私的文化？在真相未完全明朗之前，任何情感定論都為時尚早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不是一場浪漫事件，而是一記警鐘。